在未来的世界里，喵星人和狗头人成为了比人类更加高级的物种，而人类由曾经的绝对统治者沦为了平凡普通的生物。而因为喵星人的野心，由多个智慧物种组成的商盟文明和老鼠人统治的巴卡行星爆发了惨烈的大战。面对无穷无尽的鼠海战术，商联军已经显露败相。雪上加霜的是，商盟的青蛙战士在第一时间就对老鼠人举白旗发起了投降，而这种懦弱的做派换来的却是老鼠人无情的子弹。现今眼下唯一可以扭转局势的方法，就是摧毁老鼠人的多足战车。商盟的人类雇佣兵小队随即驱使着重型装甲车，决定对老鼠人进行突袭。通过人工智能，众人了解到，凭借小队现在的火力很难摧毁多足战车，唯一的办法就是攻击多足战车的足部，将其掀翻。很快，小队绕到了多足战车的后方，随着上方舱门的打开，只见早已准备好的明端起反装甲发射器，毫不留情地扣下了代表毁灭的扳机。然而，只见威力强大的弹头竟然被多足战车的 AT 装甲直接拦下，烟雾散去，多足战车竟毫发无伤。这一变故使得众人的大脑直接进入了宕机状态。现如今唯一的办法就是采用饱和打击来攻破 AT 装甲。紧接着，只见四人同时端起 RPG 来了一轮齐射，可下一刻，只见多足战车小脚一歪，竟然高高的跳了起来。这一变故也使得众人再次进入了宕机状态。就在此时，多足战车感受到了来自身后的威胁，随即调转炮口，准备先行消灭这几个讨厌的人类。面对多足战车恐怖的攻击，人类小队只能仓皇逃窜。而就在这时，华夏雇佣兵杨子涵再次做出应对，决定驾车前往敌人身边发动攻击，这样多足战车就失去了灵活的优势。然而老鼠人仿佛早知如此，只见下一刻多足战车小脚右歪，直接变为机动模式，瞬间与人类小队拉开了距离。而这一变故使得猎人与猎物的关系再次发生了转变。可就在多足战车的炮口锁定了装甲车，准备彻底消灭这几个讨厌的人类时，意外发生了。来人正是商盟直属的狗头人特战小队。原来狗头人们早就到达了这里，他们特意让人类充当诱饵，自己则是坐收渔翁之利。可就在此时，只见多足战车的机炮对准了狗头人的方向，下一刻枪口闪烁起炽热的火舌。面对着恐怖的金属风暴，原本还趾高气扬的狗头人，此时只能夹着尾巴逃跑。此时轮到他们成为诱饵，而见此情景的人类小队当即就兴奋了起来，随后直接给狗头人表演了一个教科书式的火力覆盖。知らないけど派手だね。おとりご苦労。而原本一筹莫展的指挥官狗大强见此非常兴奋，立即就给这支战斗力强悍的杂牌雇佣军下达了一个艰巨的任务，那就是由他们5人绕到老鼠人的后方，独自去骚扰拖延敌人的炮兵阵地。这一刻，汪星人对于人类的信赖再次达到了顶峰。